这把武器名叫火燎云。火燎云是一把绳索武器，它可软可硬，软可粘拽缠拉，硬可敲锤鞭刺。它还不惧火烧，可以遇火而战。究竟什么样的高手才可以拥有如此犀利的武器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方世玉。你有多长时间没有看过一部酣畅淋漓的国产武打片了？在科幻片与玄幻片大肆流行的时代里，功夫电影的衰落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回顾国内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一位著名的人物被反复搬上荧幕。他是一位活泼调皮的少年英侠，他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江湖高手，他就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英雄李连杰主演的方世玉。清朝乾隆年间，红花会在灯会上刺杀皇上，陈舵主杀到皇帝脸前，一剑刺出，马上就要刺中皇帝。皇帝瞬间惊醒，满头大汗。为了解决红花会这个心头大患，皇上派遣九门提督鄂尔多对其展开追杀。与此同时，地头蛇雷老虎在广东嚣张跋扈，放下豪言要拳打广东一省，脚踢苏杭二州。年轻气盛的方世玉听了这话，立刻动身前去参加了他举办的擂台比武招亲，在与雷老虎的夫人李小环比斗一场。就在即将夺取胜利的时候，发现盖头巾的婷婷是个丑八怪后，故意认输而去。听完儿子打输了，苗翠花女扮男装教训了李小环，并打赢了擂台。雷老虎害怕发生变故，将世玉绑回府内。苗翠花找理由回家，和方世玉一起逃走。正好撞见父亲方德正交接红花会的名册。此时乾隆手下大将九门提督杀到，双方大打出手一番。方世玉掩护父母撤退后，趁机逃走。方家三人想要去雷家避难，却没有想到婚宴上正好撞见鄂尔多。李小环替雷老虎挡枪，被打成重伤。方德受伤被捕，全家落荒出逃。鄂尔多想要问斩方德，方世玉单枪匹马前来劫法场。世玉即将力竭，百姓不忍前去帮忙。鄂尔多发现被骗，大怒，下令杀光。随后苗翠花随援军赶到，救下方德，合力除掉了九门提督鄂尔多。方世玉拜陈舵主为干爹，与婷婷携手追随红花会闯荡江湖。总的来说，方世玉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好评，原因在于他突破了以往观众对武侠电影那种古板严肃的印象，以轻松幽默的气氛为武侠类型电影增添了新的元素，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和接受。让我们来具体看看。首先，香港知名动作导演袁奎为本片增添了许多光彩。作为香港武术指导行业的领军人物，他设计的动作飘逸灵动又潇洒俊雅，充分地表现出中华武术的精髓。本片中最能体现出这一特性的，莫过于方世玉与苗翠花联手，用出无影手击退九门提督鄂尔多一幕。迅速的拳法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幽默俏皮的表情，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后在染房那段，方世玉与鄂尔多长短恶斗的动作设计，双方拳拳到肉，旗鼓相当。方世玉抄起一把短棍，鄂尔多抽出一把长杆，短小精干，对1寸长1寸强，一场大战酣畅淋漓，势均力敌。方世玉趁其不备抽身而走，不仅将武术动作与周围的环境完美的融合，更给人带出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不只是这些，还有很多的武打场面、幽默的表情和搞笑的对白，让整个影片充满了欢乐。其次是整个电影轻松欢快的基调，有别于徐克、黄飞鸿的古板庄重的风格，方世玉的整体风格更偏向于一种诙谐幽默的感觉。看看这一幕，方世玉一套棍法干净利落，鄂尔多被打得蜷缩身体，咬牙切齿，抱着胳膊，强忍疼痛就是不吭声。而此时方世玉还好奇地问他痛不，随后又是一串恶狠狠的补棍，手上狠辣的动作与脸上滑稽的神态，口中还说着搞笑的台词，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人物的台词和动作之间形成的反差，有没有一种无厘头的感觉呢？因为方世玉的幕后编剧正是《大话西游》的导演兼幕后编剧刘仁伟和陈建忠、蔡永康组成，诙谐风趣的无厘头风格是绝对正宗的。更令人诧异的是，这片的阵容非常豪华，哪怕是在今天也能秒杀一片。李连杰和赵文卓两位武术冠军 PK， 媚而不妖的李嘉欣，颜值与实力并存的萧芳芳和胡慧中，潇洒俊逸的郑少秋。郑少秋在片中饰演的红花会陈舵主，第一次出现在开头皇帝噩梦，第二次是在飞剑救方父杀鄂尔多一幕。虽然才出现2次，但他飘逸的剑法、侠义凛然的神态，
态、潇洒优雅的动作，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还有演员珠江和陈松勇都是实力派，简直是群星闪耀啊！功夫皇帝李连杰深厚的武功造诣更是不用多说，身为同门师弟的赵文卓在片中更是鲜衣怒马，两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武打动作戏。萧芳芳扮演的苗翠花可以说是十分的抢镜，不但武打动作丝毫不逊色于李连杰和赵文卓，其极富个性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陈松勇演的雷老虎幽默耿直，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还敢爱敢恨。他的口头禅“以德服人”更是成为本片的经典台词。更有意思的是，在本片中，郭涛扮演的调戏李嘉欣的公子哥潘粤明是站在雷老虎身后的那个小厮，您认出来了吗？剧中还有十分感人的一幕值得一提。方父被抓后，方世玉担心连累朋友，趁夜回城，在小生家中了解到他和大宝都被抓问话，一方面小生跪地磕头道歉，另一方面大宝被吊死在城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生为什么要跪地磕头道歉呢？在生死面前，小生贪生怕死而说谎，大宝直爽义气而宁死不屈。小生心里感觉自己不如大宝，为自己说谎求生而感觉愧疚，更加凸显了大宝的义薄云天。他的义气虽然令人钦佩，但我感觉小生的选择更加真实，为了活下去，只是不承认和世玉认识罢了。这更像普通人做出的反应。大宝太理想化了，宁死不屈，用生命捍卫道义。现实中真的存在大宝这种好哥们儿吗？也可能只存在电影里吧。你们感觉呢？作为一部经典的传奇英雄故事，它描述了一个纨绔子弟在经历了兄弟牺牲、亲人被劫，遇见真爱的磨砺，最后蜕变成一位懂得守护与担当的男子汉。方世玉与婷婷之间的浪漫爱情，与家人之间坚不可摧的亲情，与朋友之间义薄云天的友情，与敌人之间你死我亡的仇恨，将江湖中的爱恨情仇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部电影里还透露出了一股江湖儿女的万丈豪情，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侠义气息。江湖中的快意恩仇更是激起人的满腔热血。同时，电影还把拯救家庭和拯救国家联系在一起，使电影的主题升华，表达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人不能超越自己的道德底线。方世玉不仅还原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江湖梦，李连杰和赵文卓的打戏让人看得酣畅淋漓，直呼过瘾，还表现了以德服人、忠于以武欺人江湖理念，更透过方世玉的成长告诉我们，人生总免不了起伏波澜，但是大是大非面前，永远别忘记坚持自己心中的原则与底线。直到今天，我们为何要反复观看这部影片呢？可能我们内心深处永远都有一种不服输的豪迈。那么您最喜欢电影中的哪个人物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